凤玲是才华出道的，是3料冠军。我对于奖项比较不会去那么假。你不是一个普通学生回去，你还是一个艺人，你还是一个有经济基础的人回去停一台车到学校。我一个人坐在车上，怕了。怎么过去哦？你懂吗？你是不是应该又蹬走一去，还是怎么样子？全听你说。你修读的是什么？工商管理。哦，可是3年半过后，只剩下最后的1年半，就是大家一直起争议的，你必须得讲的啦哈。这真的抱歉，姐姐抱歉，就是最后1年半就要修到了这个学位了，你放弃了哦。你那时候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哦，那时候我在上海有一个 exchange program， 可以1年在上海。那时候也很充实，我在一个 startup company 工作，就是学校交流的一个活动啊。对，然后在那边读书，我也很开心有这个经验。但有一天晚上，我就在那边翻电视频道，然后很多嘛，中国很多频道，突然间停在某一个频道了，然后突然间里面就有里面真的是有一把声音啊，就跟你说，你在做什么？你懂吗？哦，我是个演员，我现在在上海坐在这边看别人的戏，但里面有一把声音，你应该回去了。不，how about你的学业嘞？又差一点点。OK， 如果你问我的话，我不是很后悔我没有完成我的学业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我出来工作之后，我未必会用到那个文凭，因为人家可能会质疑，他可能毕不了业。有啊，先跑，有啊，有一个阿姨过来，很好心肠的摸摸我的手，不会读书没关系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。她很 nice 的跟我讲，我就阿姨，其实我是拿 A 的，阿姨我是可以毕业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阿姨就一直带我的手，好像 as if like 一直在安慰我这样子，所以我才那天才哇感受到说，原来。人家会这么想的，我没有这么想过。我是觉得说，可能人家会觉得说，哎呀，你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子啦？对，当然那时候也有人找我拍戏，那时候是拍《动荡的年代》，他们找我。但是如果我演这部戏，我又要推回我的学业的东西，比如说我不要。你回来之后最满意的一个作品是什么？其实我回来的第一个作品是动荡啊，你刚说动荡回来的。动荡，对，动荡我很尽力的演啦。很努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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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我的认知，好努力，好努力，好努力。因为我的认知还是因为拍摄大家都很辛苦，我尽力的饰演一个3个孩子的妈妈，很多东西我没有尝试过，我都 try my best。所以《动荡年代》也让你回来的时候有提名入围这个最佳女主角。是哦，好像是。2015年的时候，哎，所以就是说现在的凤玲比较能够去接受，跟比较不怕。去挑战那种非常有层次感的那种演戏方法，因为你方方面面都已经成熟了。一直到后来你戏路广，到最后甚至于去演了反派，在《老友万岁》的时候，老友万岁演了一个大反派。这是第一次演的角色是有真的是恶行的恶，对吗？我怕出去被阿嬷拿雨伞打。哎，真的有哎，因为不是有发生这件事情吧，就是因为你懂，因为长寿剧拍你是很多个月都在场景里没有出去，你懂吗？去年我去购物的时候就碰到2位阿姨，一个阿妈一个阿姨这样子，然后那个阿姨就很客气的一直看着我笑笑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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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是阿妈就感觉有点很想转头，但是又一直硬不转，你懂吗？所以阿妈是。一直这样子，我就有点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不懂很明白吧？我继续买我的茶啦。但终于呢，阿妈就转过头就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真的很讨厌你啊！你怎么可以这么坏？阿妈要哭还是要笑？那个时候我很爽啦，当然也是很恨啦，因为是讨厌角色，是讨厌你。然后那个阿姨就可能是女儿还这样子，我不懂，她就哎，只是戏啦，对吗？演戏啦。然后我就
哦，还是要回来嘛，对吗？还是要谢谢人家看我们的戏。我说对对，只是拍戏啦，不要这样认真啦。哦，吧，谢谢你支持，然后就走掉了。所以我们简单来说，就是你很努力的去演一个坏人，结果得到观众的认同，我很讨厌你。也是一种鼓励，也是一种伤害。好矛盾哦。是我会觉得他们可以讨厌这个角色 ，OK 的。I mean， 故事不只是在讲你的角色，它可以多全面的表达你的角色，真的不由你一个人来控制。所以前一阵子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已经播映完毕的《森林生存记》。OK， 我很疼惜这个角色，他不完美啦，我有些他做的东西我也不赞同，但他后面的时候，当他失去孩子的时候，他有一场戏是他流产嘛。展发是饰演我的另外一半啦，他就走进来，我就看着那个宝宝的照片，然后就开始抽泣，跟那种说会不会是我的错，都是或许是我的报应，我抢了别人的老公。不要说是什么，如果是这样，错的人是我。该得到报应的人也是我。我演的时候，我即使他看之后，我里面真的很痛。我真的可以感觉到，就是说，如果一个女人需要经历失去孩子的这个过程，是多么的撕裂的那种痛。所以甚至我第一次我从来没有拍过哭戏，就是他看了我还在那边哭，然后展发就一直拍我说 It's okay, come out now, come out now 吧，我就讲说It's very very painful, it's very painful， 因为你真的可以感受到你的心是在好像撕裂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那很奇妙那一场戏，你收不回那个痛，有一点这样的感觉，因为太逼真了，而且你要知道我没有这样的经历过，对，所以我才 caught a bit off guard， 哇，好真实，而且我原来这个心可以痛到这样子，我还不知道，我不能说哇，我变得一个怎么样的演员，而是我觉得我越来越去 appreciate 有这个空间跟机会去饰演就是不完美的角色。所以在慢慢的你，我觉得你已经进入到家境了之后呢，其实你也蛮算是新闻人物哦。我们俩有点蛮美妙的一个共同啊。你红星大奖，跟你比，你红星大奖每年都有风头的啊。那个是我stylist精心策划的，不是我。也是厉害啊，也是厉害啊。红星大奖 OK， 我讲说我最有印象、最轰动一时的就是那个透视装。哇，那个真的是美到。凤玲跟子炫的服装是有配合的吗？一黑一白哎，若隐若现，而且都是透视装呢。刘子炫呢，他露的是美腿儿，哇，凤玲都露了哈。OK， 你觉得怎么样美？我觉得是一个突破啊！红星大奖1年1度，百花齐放，不管是丑是坏，如果你觉得那艺人穿丑了、穿坏了，有些designer觉得美。我有我的挣扎。你有你的什么？我有我的挣扎。你长大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有dressing room 什么的嘛哈，在里面换的时候，我就蹲在那里了一会儿 ，wondering if I should go out in this dress。那个裙子我觉得很漂亮，唯一的小小的遗憾是，我觉得灯光，我真的不怎么知道我们会在台上，然后有5点的光直接照下去，然后现场直播这样子，你懂吗？而且是太阳蛮猛的那种，你懂吗？我记得我们在台上，然后我看太阳直射我，就哇，他的那个透视装就一览无遗的，更加的性感。如果说我们这个是在好莱坞啦，或者说比较昂蒙一点的国家，可能大家哇哦，但是陈凤玲衣服红星大奖，它就会变成一个文章。是。所以这些年在红星大奖，除了说有被争议性的，或者是被褒奖的，或者是被贬义的，哪一套是你自己觉得你最喜欢的？最喜欢有一个是有一年你知道吗？有一个出场是我们要走很长的一个。你穿红色丝袜是吗？你的这边有膝盖。是个凸，应该不是那个，因为好像是盖到完的，就是粉红色，然后有一点小紧身的那种，有点mermaid一点的那个裙子，我觉得它很 quirky， 但是又有又比较 creative 一点的一个设计，我蛮喜欢的。哪里在 creative？ OK， 可是你看那照片，你就会知道，就是它的
tailoring， 还有她的那个裙子不是普通的，你就是说去一个 red carpet event 你会看到的，它有它的比较可爱一点的一个元素在里面，比较 colorful 一点的，我是会比较喜欢啦。如果你问更之前的，我蛮喜欢，就是可能是10年吗？我穿短裙的，蓝色短裙的那个，是蓝色短裙，然后黑色的 sequin 的 sequin 到 OK 完的吧，是有白色、粉红色什么的，我也是很喜欢那一套衣服，我觉得比较像我会喜欢的，很我那个 very me 啦。好，来，现在就开始是网友发问，网友很多的都是关于要问你感情的东西。你跟马艺轩的生意做得怎么样？你们还是朋友吗？联络比较少啦，把生意是关了啦。对对对。2005年之前，你是否曾经在某个场合扮演过美人鱼？2005年之前某个场合我演美人鱼，扮演过美人鱼，我只知道你出道之前在动物园啊，跟鸟啊。他是不是讲没有，错了？我是 night safari， 不是那个 aquarium。你是训练鸟园吗？对吗？有鸟，有豹，什么都有，对，但还没有鱼。OK， 好，你喜欢明杰哪一点？他很 simple， 当然他有不 simple 的时候吧，他你不要再越描越黑了，陈凤麟。只是说他有他自己要的东西什么的，追求的东西，但他心地是很单纯的，那个是我真的喜欢他的一面。OK，overall 一次过问了。明杰是你们有没有什么计划？什么时候打算要跟明杰结婚？还没有计划打算呢？当然彼此都希望说，婚姻是不是这1-2年就可以谈了那种感觉啦。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彼此之间是有一些的问题的，比如说沟通上，我们要真的更了解了。我们现在越来越能接纳彼此的不一样，跟彼此的不明白跟软弱。但因为我们觉得婚姻真的很重要，你真的，一结婚 ，OK， 我们是希望是真的一辈子的，所以才花了多一点时间。你16年的时候就已经大方的承认跟明杰认爱，姐弟恋啊呀，你们怎么承认？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承认啊？我有点忘了，还是被逼家的？逼家也是，不要说了。也是明杰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人哦，真的，我刚开始真的不了解，很好笑，就好像 OK，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当然彼此都会觉得，要不要公开嘛？但大家都会觉得说，刚开始感觉就要谁追谁先？我觉得可能是我嘞，你这么大方承认？可能是我嘞。但是在什么情况下？现在可能是他追我，没有。你先抛砖引玉啦，欲擒故纵啦，女人就是这样子啦，然后欲言又止，然后当他追你的时候，你讲说，我跟你说，很夸张的，我们怎么开始这个东西的？就是说我跟他拍一部戏，15年的人生无所谓，对，他演我男朋友，其中一个男朋友在戏里面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有一天我想要鼓励他。那时候我还没有喜欢他，我只是觉得说，我有个感动，说我想要鼓励他，说我觉得他演的这个角色很成熟，但他也 appreciate， 所以that's how it happened， 我们就慢慢的越聊越多。然后有一天下午的时候，我拍戏，下大雨，你懂吗？所以没有得拍。我里面脑海里突然间有一个画面，就是那个埃菲尔塔尔，然后我跟他很开心在那边拍照什么的，我觉得怎么会有这个，我没有过这样的画面。但是我有一个感动，就是说我应该打给他。然后他一听到我电话，他就跟我讲个东西，就是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在当林猫。然后那时候圣诞节的时候，外面都是雪嘛，那种白色什么的，对。我突然间闭上眼睛哦，我有一个画面来到我的脑海里，我看到我们2个在埃菲尔铁塔前面很开心拍照喝咖啡什么的。我还没有跟他说一句话，你懂吗？我想说，怎么会这样的？我几分钟前跟你有一样的画面在我脑海里，但我们就laugh it off 这样子啦。那后来晚上的时候，我拍完了要回到公司的时候，这个画面越来越 stronger in my head， 我觉得我一定要再打给他，我就打给他。他第一句话跟我讲的就是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发生了一些事情，让我觉得我有这个勇气问你一个问题。我讲哇，这是什么问题哦？你问啦，你问啦。你愿意和我有个家吗？
So sweet. OK. 因为这个对他来说很重要。OK. 那时候的我15年吗？15、16年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说，现在的我很渴望有个家。然后他听了，他就OK 好，这个就是我们怎么在一起的故事。明杰后来他真心诚意的很疼你，他疼你疼到你的红星大奖的致辞都是他教你的。冰冻30，不要再说了。Oh my goodness！ 谢谢大家，我觉得。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。我今天有机会站在台上，要感谢很多人。他红星大奖真的害我不只是一次，我跟你说，我知道。我明明跟他说，我讲给明姐，我可能明天会上台了，有可能啦。你觉得有什么可能成语还是什么？你可以跟我分享，我可以怎么说吗？他中文比我好吗？OK， 冰冻3尺非一日，OK， 可以这样用嘛？我去真的谷歌，我认真嘛，因为 you know you must be responsible for what you say, right？ 所以我就谷歌，宝贝啊，这个感觉有点负面呢，这可以这样讲的嘛？可以，你要相信我是这样子的。他的理解是比较正面的，对，他觉得说很多东西，是慢慢累积出来，类似这样子啦，你懂吗？他不是 focus on 那个不好的东西。我怎么都说出来了，结果就发生一连串的东西吧。幸好有人说，其实可以这样用的，然后明杰才终于跳出来，我是那个教他台词的人。不 OK 啦，有时候就是他会给我一些小惊喜，我需要了解。之前的红星大奖也是他上台拿奖的东西。那一年他上台得奖，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公布，我们已经在一起了，但没有说正式公布。没有，因为我跟他都觉得，哎呀，刚刚开始也知道一公布就可能有不同的一些关注 ，Why not 好好的去培养这个感情先 ？OK 啊。那我知道红星大奖，人家可能会问我们彼此一些东西，我就会跟他讲，你要不要跟我说，等一下你要怎么去面对，然后我们可以比较统一一下，那比较公平嘛，对彼此。我们就说我们类似啦，就可能还在了解的当中，还是怎么类似这样啊。他就跟我讲一句，如果我得奖的话，我可以过来抱你吗？如果你喜悦 and 意思是一个你自然的东西，我也不想去限制它，不可以。OK, whatever is normal comes naturally， 你要抱我 OK。怎么知道他真的得奖哦？他真的很开心啊，很忘我嘞，他就很开心跳起来哇！我也是为他感到很开心，可能还要来抱我了。OK， 开心，他走，突然就转头看到我嘞，你懂他做什么吗？不懂你记得吗？他这样嘞。他站在那边这样子嘞，对着我哎 ，live 嘞，那怎么办？I'm like， 这个不是你跟我讲之前讲过的，我们 record 的吗？你不可以给他丢脸对吗 ？OK 了，我站起来去抱他啦。Then I'm like，What is this？ 每个人就会觉得哇 ，so romantic 吧？我心里面是。你为什么撒泼？你撒泼我嘞！他常会做一些很傻的事，我相信。我跟你讲，哎呦！然后过后就经理人就过来讲说，很多记者要访问你们要一起受访吗 ？OK 啦，不然一个又很奇怪，你要讲就一起讲嘛，对吗？你跟凤梨现在的进展到怎么样了？你们什么的？你还记得我之前我们蕊过的东西对吗？还在撮合啊，对吗？他讲什么你知道吗？我已经跟他说我很喜欢他了，我现在在等他的回复。我很生气，我在旁边我讲什么来的？你在讲什么？我怎么等我的回复？凤梨，你什么时候会给他一个回复？我们已经在一起了，什么时候给他一个回复？但过后我只是想要明白啦哈。过后啦，定当晚还是 the next day。我们不是说要这样说，你怎么会这样说的呢？还讲说等我的回答，我们不是在一起了吗？哎呀 ，sorry 啦，我太开心，我第一次得奖，我第一次得红星大奖，我太开心了，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啊。所以你看，人家就会讲说，哎呀，陈凤玲，你为什么不要给他机会？他都这样衰，都这样了，然后你为什么不要接受他？啊！所以为什么要5年？你看都在一起5年了，你看，我是要去了解他。哎，
OK， 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互动啊，谁迁就谁比较多？我OK 啦，彼此都有啦。然后又面对着感情、事业跟女人要结婚、生育，都会有一种压力。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压力啦，因为有时候你听了也会有一点小不舒服。比如说，哎，你都几岁了，你还不要快点结婚啊？你还要生孩子嘞？你懂那 body clock 在对。但我们也真的是因为认真，所以觉得说基础好像可以再好一点点，我们可能可以步入下一个阶段的。有一次爸爸趁明杰不在的时候，他来到新加坡啊，趁明杰不在的时候，风铃啊。打算几时要结婚啊？生个宝宝给我抱一下。对，趁明杰不在的时候，不懂怎么回他，也不想给一个空头的一个承诺。是对，所以我觉得反而是家人说的话对我影响会比较大一点。对，但是在你的婚姻最完美的画面，还是组织一个家庭，生一个孩子。还是你们会觉得说可能不生？不会啦，我想要有一个家。非常好。所以现在的凤玲，如果你碰到压力的话，你都会基本上怎么样去解决？你以前是拍戏的时候，你只要买很多的零食。现在的凤玲呢，你说还是一样会紧张嘛，对不对？多多少少都会啊，但OK， 我先问，你现在想要让人家看到怎么样的一个凤玲，怎么样的形象？会演戏的凤玲，而且是我希望我演的角色可以感动到观众的一个演员，就是这样简单。好，那你说以前你碰到压力，刚初入行的时候就是吃 debit，现在的凤玲在面对压力的时候，你都是怎么样疏解的？OK， 我有时候。对，那如果在公司拍完戏，你会用什么方式去减压排解？我以前会直接开去那个 Alice，对，我会 order 那个 6 piece Korean fried chicken 在那边吃。你就一个人去？对，拍完戏谁陪你？然后觉得那个吃，你就可以让你觉得很舒缓、很快乐，蛮开心的啦。But 在家我做了 Korean fried chicken， 哇，我看到那个油，看那个鸡的那个脂肪。有一点不健康，所以过后我就少吃。那时候那段时间是我的 comfort food 啦。吃会让你开心，吃会让你减压，对不对？是啊。所以包括今天来上节目，你要给我吃东西吗？都是一种压力，对吗？哦，我还以为你讲你要给我吃东西。会的。是吗？我要让你吃完了之后回去告诉大家没有压力的。下去楼下刚刚好啊。Korean fried chicken。哎呦，难怪我刚才讲有点有你的脸有点只要吃能让你开心，吃能够让你排解压力的话，我们已经想好了，就是制作组要送你这个韩国鸡。谢谢。韩国鸡肉让你放弃那个负担跟那个压力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。是。最重要的这个鸡呢是有另外一个含义的。就是希望你跟明姐能够把握良机，希望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也希望你们能够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，然后能够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谢谢。真的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吃鸡肉。好啊 ，Cheers。我觉得这次的访问你 OK 吗 ？OK 啊。吃会让你开心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女艺人这么坦白。现在有不同方式去解压。你看你现在多好，你上一次访问完之后，你最后的 ending 是头发乱的。你这一次是完全把不该讲的都没讲，该讲的都把心里话讲出来，不是多好？真的，我做到了。哇！